虽然在寂寞大狱中被对穿了3年的琵琶骨，一身修为已经跌至凡人，不过至尊血脉早已在我出狱时将我的身体完全修复。或许至尊血脉能让我在短时间内再度崛起。不愧是至尊血脉，竟然再次让我这个废体重新踏入了真武境。这是什么？禁术神灭，强行燃烧血脉之力，使自身在短时间内实力暴增。看来，这应该是血脉觉醒伴随的补电术。这气息是……少爷您竟然闯回真武境了！我说过，我不会让苏家的剑灵旁落。可10日后便是剑灵争夺战了，按照规定，争夺战的最低要求是真武5重境，少爷恐怕来不及了。真武之上，每一重境界的提升难度都是指数级增加，就算我拥有至尊血脉之力的加成，也难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真武5重境，除非……红山，家里可还有极品聚灵丹？自从苏家没落了，这种丹药苏家1年只能获得10几颗。如今争夺战在即，各位长老也早就将丹药给了自己的亲传弟子，只求赢下争夺战。不过库房里还有普通的聚灵丹，我去给您拿。普通聚灵丹不够，只有服用极品聚灵丹，辅佐至尊血脉的修炼速度，才可能在短短几日内突破真武5重境。看来只能去那个地方。寻龙塔，乃天眼皇朝汇聚天下英才所建。若我能闯过塔中机关，自有人将我所需丹药双手奉上。我去，没想到就能看到有人闯入第9层，今天真是没白来。这第9层这么难闯吗？我看总共有15层吧。你孤陋寡闻了吧？这寻龙塔呀，一共有15层高，能闯入前5层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能过第7层，已经是厉害之人，会立马受到赤龙楼的关注与重点培养。到达第9层，那已经是天才之资了，在整个天眼王朝都能排得上号。这么厉害，那此人能闯到15层吗？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会有人闯入第15层？倒是有一人，苏家那位曾经的第一天骄，他在5年前便已闯入第13层，假以时日闯入15层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惜他如今已经是个废物，目前整个永宁郡年轻一辈中，也就赵家那位赵灵公子能堪堪闯入10层而已。快看，他出来了！是他。没想到闯塔之人竟然是苏家那高傲的大小姐苏玉宁。这已经是他今年第6次来寻龙塔了吧？之前一直在第9层挣扎，始终闯不过第10层。这苏家的剑灵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还是做不到吗？哼，连第10层都闯不过去，又如何与那赵灵争夺？难道苏家剑灵真的要旁落了？年少时最是宠我，如今连他都为了家族经历到了这一步，你又怎能坐视不管？你的剑术重情轻义，只注重剑招形式，却忘了剑术中蕴含的剑术本质。施展时看起来有美感，可缺一点用处。若你能领会剑意，或许会有。这他是真搞对剑道什么强的？重情轻义，只注重剑招形式。多谢前辈指点，前辈。此人怎么感觉很熟悉？哎，小伙子，你不过也才刚踏入真武境初阶而已，就开始指点上苏家大小姐了。就是苏家大小姐，可是天炎皇朝年轻一辈少有的真武10重境，你跟她的差距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。
水源的气息，确实只是刚迈入真武境的武者。5年前，我第一次闯寻龙塔，那时不过15岁，虽竭尽全力，但还是败在了第13层。后来2年，我剑术又提升了不少，再加上我的血脉觉醒，我若全力以赴，不知能闯过多少层。他竟然要闯寻龙塔！这寻龙塔主要是靠技与身法，不看修为。他这刚进真武境，这能强到哪里去啊？他这整简直就是自讨没趣啊！就真武初级，能闯过3层，算他厉害。快看！自苏家那位天骄入狱后，这天炎皇朝再也没有如此精彩绝艳的青年才俊了呀！可惜呀！主管，现在在闯寻龙塔的人已经闯过了第8层了，正踏上第9层。不过第8层，何故如此惊慌？我天炎一朝能闯过第8层的青年，如过江之鲫。可是，坐镇寻龙塔的监察使大人说，这人很有可能闯过第12层了。你说什么？第12层？哎呀，能闯过第10层，那已经是第1等的天才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也就苏家那位闯过了12层啊！难道说……哎呀！今日我天炎皇朝又要再出一位惊世天才了吗？哈哈哈哈！好啊，老夫立马要去看上一看。我天哪！他来真武境初级，居然能打到第9层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此人着实天赋异禀，不过闯到第9层，用时比我更久。这都是什么？这太假了！可他闯不过这一层。电梯声了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车的高手空耳行，这是破虚境的强者，是赤龙楼的主管元清大人。这寻龙塔内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还惊动了元清大人呢？赤龙楼网络天下人才，一郡之地的赤龙楼管事，地位不亚于郡守，他也出来看看。这边你说的消息。袁大人这样的人物，平时就算有人能闯过第10层，也未必能让他亲自接近，怎会被一真武初阶的人惊动？这位元清大人明显是冲着寻龙塔来的，难道是因为正在闯寻龙塔的那人？可是那人到现在都还没闯过第9层。快看，第9层过了！这么快啊！真是这么厉害！简直是太轻松了，难怪监察使说他能闯过第12层，实在是他的身法跟剑术结合的太完美了，几乎毫无破绽。什么？他竟闯过了第10层？第10层也过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样的速度，那是赵家赵灵都拍马难及啊！这是真正的天才啊！我们要见证历史了！他竟然一口气闯到了第12层，这是怎样的天才啊！他好像还要继续闯第13层。第13层，这尊战元枪法技已经超过了99%的化海境强者，绝对不是普通真武境的武者能闯过的。当年的1代天骄苏信也止步于此，他应该也会就此复发。等等，这是……我的天哪！他竟然还开始使用自己的绝学剑招，也就是说前12层甚至根本没有用出全力，那他岂不是……天哪！他竟
竟然冲到了第14层，他要把整个天都捅个窟窿吗？14层，他竟然闯到了第14层！等等，14层的战魁已经是媲美破虚境强者的技艺，15层恐怕更深。说我以真武境闯过全部的层数，恐怕要震动整个天炎皇寺。我现在实力还太弱，还是别如此招摇。真武境能闯过玄龙塔第14层，这代表着他的武艺已经足以媲美，甚至超越了一部分破虚境的强者。这样的绝世天才，在整个天眼皇朝，在下根本就无法找到第二人。快看，他出来了！哇！他到底是谁？大师兄，真是百年难得。小友你好，老夫元清，是赤龙楼在永宁居内的主管，不知小友名讳是？剑一。只是话了，看来他是想要隐瞒身份呢。小友，你闯过了寻龙塔第14层，如此表现，有资格得到我赤龙楼的地级令牌。哇！地级令牌！什么是地级令牌？赤龙楼有着天地玄黄4种不同级别的令牌，代表着在赤龙楼拥有着不同的权限。地级令牌是仅次于天级令牌的存在，能自由出入所有郡府的赤龙楼，并得到亲力相助。至于天级令牌，那是只有能闯过15层的绝世强者才能拥有。天级令牌能直通天野仙宫圣地，获得整个皇朝最顶级的修炼资源。可惜啊，整个皇朝没有一人能闯过那15层啊！早知道刚才努力从第15层闯过去。不过这地级令牌也够了。强如赵云，也仅仅只拿到了一块皇字级令牌，他竟然拿到了地级令牌。若他是我苏家人就好。袁主管，我需要20枚极品聚灵丹。好，请随我来。等一下，这位先生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先生指点一二。剑令争夺战在即，我不能输给赵云，否则苏家将彻底完蛋了。一定要让这位神秘高人指点我几招。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少爷，您重回真武9重境了。不愧是至尊血脉，再加1、2、3日，一定能再造昔日真武10重境巅峰。可惜，剑灵争夺战就在今日。赵灵也妄图染指我苏家剑灵，该死！我耽误了3年时间，苏家已经对我这个少主少了该有的敬意。今日我就要用他来立威。小玲，你的父亲已经在外做好了准备，只要你拿下苏家剑令，他便能立马联手司徒家，攻下苏家最核心的产业。你有把握吗？苏家目前一共4个弟子，都与你一样，都处于真武10重境，尤其是苏青红与苏玉宁，他俩可不好对付。放心吧，苏家剑令我势在必得。我去，这不是咱家那位大少爷吗？他居然也来了。今天是剑灵争夺战，参战的都是年轻的高手，他来凑什么热闹？哥，就是他扇我巴掌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帮我报仇。不过一介废人，要歧视我义和人。放心吧，只要他敢来凑热闹，我正好斩下苏家少主头颅为赦。阿信，你可算来了。这几天我一直都想见你，可惜你却闭门不见外人。宁姐，好久不见。要是让宁姐知道之前在寻龙塔指点她的人是我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想法。这不是不战而逃的废物苏信吗？
你也好意思？我还以为你想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啊！苏清红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让咱们苏家大少好好的回忆回忆，3年前咱们苏家可是这番光景。3年前，苏家因为我而没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带苏家再次繁荣。说大话，你不怕闪了舌头？就是，苏家不需要你这个废物。今天只需要看大师兄展示就好。苏信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大师兄早已成为苏家年轻一辈的第一人，只有他才是赵灵的对手。是啊，这赵灵心狠手毒，恐怕会对你下毒手。你还是在下面旁观吧。苏家剑令，交给我即可。玉宁啊，咱们苏家大少想为家族争光，那可是好事。不过你最好能抵过第1轮。你若是上来就被淘汰的话，怕是整个苏家沦为所有人的笑柄了。苏家家主到。父亲，苏家因我，父亲是否对我已失望至极？无论如何，今日我会捍卫苏家尊严，让苏家再次以我为荣。是家主，家主来了。家主旁边那个好像是袁清袁大人，就是那个赤龙楼的主管大人。什么？没想到这样的大人物也来观看我们的剑令争夺战。是啊，大哥，如果你能够一举夺魁，那肯定为大人相中，那以后一定飞黄腾达。放心，剑令争夺战第1轮考验正式开始。下面这位公子的气息好生熟悉啊，正是犬子苏信，竟是当初的那位天骄，可惜了，真是造化弄人。袁主管，开始吧。各位小友，第1轮比试正是老夫为你们准备。这什么比试啊？什么内容？你们都不知道啊？开什么玩笑！袁长老可是货真价实的破虚境强者，这我们该怎么应对啊？放心，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艰难，也不容易。老夫有一招，可以形成大范围且无比密集的攻击，同时覆盖向你们所有人。而你们要做的就是接下老夫这一招，接下了就算通过了第1轮，接不下那就被淘汰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太难了，这我们根本就挡不住啊！阿仙，你真的可以吗？那可是破虚境强者，就算他收手，也不是你这个废物可以抵挡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放弃吧，除了丢点苏家的脸面，至少还能活命。管好你自己。你，能接下老夫这一招，你们几个也算不错。袁主管，你觉得如何？苏家主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给了那赵灵特殊的照顾，他所承受的攻击是其他人的2倍有余。只是这赵灵却非常轻松地将老夫的攻击尽皆抵挡了下来。如此看来，他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许多。难道这苏家剑令真的要旁落于人了？只是令公子的表现让老夫感到惊讶。能接下我这一招的几位都是真武10重境的高手，他们抵挡我的方式都是修为加身法，就连那赵灵也用了不少体力修为。
而令公子却仅仅只使用身法便躲开了老夫的攻击，这甚至都让我看不出他的修为境界高低。谢儿他竟然没有落下这一身的技艺。恭喜苏家主，你有一个好儿子。如此的身法技艺，恐怕也只有闯过寻龙塔14层的剑一先生能够媲美。若是当年没有入狱的话，恐怕……第一轮考验结束，你们先下去休息。半炷香之后举行第2轮擂台赛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既然现场就剩我们这么几个人，直接开始。毕竟刚刚是破虚中期的最强一招，你确定不用休息吗？就这点小把戏，还需要休息？难不成你们苏家的个个都是废物？狂妄！赵林，竟敢辱骂苏家，今日我就让你下地狱！你打不过他，闭嘴！你一个怯战的懦夫，有什么资格说话？对，只有大师兄才是赵林的对手。你要是不敢上台，就好好在上面待着，不要打扰大师兄。只要杀了赵灵，我便是拯救苏家于危难之境的大英雄。再加上执掌剑令，这个所谓的苏家大少爷便再也撼动不了我的地位。赵灵，受死吧！不愧是我苏家第一人，打得赵林不敢还手，比起一些只会怯战的废物，强多了。看来大师兄夺回了苏家丢失的尊严。3招之内，他必败。苏信，你闭嘴！大师兄也是真武10重境的巅峰，怎么可能会败？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亏我之前还这么崇拜你。3、2、1。竟然真的被苏信说中了。这就是你们苏家年轻一辈中的高手，实力差的有点大。不可能！废物！苏家第一人就这水平，亏我还精心准备了这场争夺战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还有能打的吗？苏信，你不是跟我弟弟说要在争夺战上斩杀我的头颅？人呢？怎么当缩头乌龟呀？他一个废物，能混过第1层考验算不错，还想跟赵少打？这苏信一直都是个缩头乌龟，3年前不战而逃，如今更是如此。我来。哎，我说，你们苏家是不是没人了？竟然让一个女人上台送死！少废话，赵林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好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攻击我的机会。你的剑术重情轻义，只注重剑招形式，却忘了剑术中蕴含的剑术本质。施展时看起来有美感，可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若你能领会剑意，或许会有不同。剑一先生的叮嘱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这些天，我的剑术也确实大幅精进。今日就是我为苏家证明的时候。少废话，开剑！苏家竟然还有高手！半月前，我受高人指点，终于在3天前闯过了寻龙塔第10层。现在的不弱于你。什么？大小姐竟然闯过了寻龙塔10楼，怪不得她能打败赵灵。赵灵也刚破第10层而已，她能比大小姐厉害到哪去了？苏家终于有希望了。好，你竟然很出乎我的意料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不妨打个赌如何？你已身受重伤，赌什么？我们就赌你我之间谁能赢下这场战争。如果你们赢了，我发誓，我赵家从此以后不再对你们苏家剑令下手，如何？那若是你赢了呢？如果我赢了嘛，你就乖乖做我的女人，我能把苏家的女人骑在胯下，想一想都兴奋。
荒唐！赵家不过是我苏家的一条狗，还想娶我家的大小姐？真要将大小姐嫁过去，苏家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了。大小姐，给她点教训。宁姐，不要上她的当，她在假装示弱。苏西，你闭嘴！你为什么每次都在拖苏家的后腿？别人都欺负到苏家头上，你还在当缩头乌龟？苏家有你这个大少，简直是耻辱！就是，没能力就闭嘴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少废话，敢不敢赌？如果真的能打败赵灵，按照约定，苏家将彻底不用担心剑令会落入赵家人手里，这是解决掉了一个大麻烦。况且，赵灵已经被我重伤，应该乘胜追击。这个赌，我接了。好啊！看来我今天不光能得到苏家剑令，我还可以抱得美人归，娶了你苏家的女人啊！真是双喜临门啊！那我陪你好好玩吧。这是千年玄铁啊！天哪，这真是重达几千斤的千年玄铁！赵灵刚才身负着几千斤的重量，躲过了破虚境高手的一击，还打败了苏家第一高手苏青红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怎么会如此之深？什么深？哎，说到深，我可告诉你，我还有隐藏更深的呢。等一会儿让你好好见识见识。找死！看剑！天哪，连大小姐都败了！难道今日真是我苏家灭门之日吗？苏宗啊，仙仙灵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外人拿走我家的剑灵，还是我苏家的女人啊！从今日起，苏家剑令将由我赵灵之上，苏家年轻一辈的人都将以我为尊，谁敢不服？执掌剑令，你还不配！什么？苏信，你这缩头乌龟，你倒真敢上！他一个缩头乌龟，如今终于敢上台了。只不过那又如何？终究打不过赵少。听闻这位苏家大少被关在禁魔大狱3年之久，那里可是一丝天地灵气都没有。他本人更是被刺穿了琵琶骨，不过一具废体，竟然还敢如此招笑。大哥，替我好好教训他。苏心，他实力太强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宁姐，我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他人玷污？红山，把宁姐带下去休息。赵灵，我说过，你敢来参加剑令争夺战，必斩你。现在，我来履行承诺。苏信，你在我大哥面前还敢这么嚣张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大哥，杀了这废物！闭嘴！苏信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，没想到到头来偌大一个苏家，还得让你出来送死。堂堂苏家，竟然要让他上台，简直丢人丢到家了！我觉得他作为苏家的少爷，能出头，也不失我苏家的骨气。骨气有什么用？还有什么能比大师兄被人打成猪头更丢脸的？还不如不上去。听到没？你的族人都对你上台感到耻辱，很快他们便会以我为荣。是吗？苏信，不得不说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。但是你说你堂堂一个苏家大少爷，如果在这个地方被我斩成7段，那你说这是不是苏家更大的耻辱啊？这是聚气成刃，这可是只有化海境强者才能驾驭的武技，赵灵竟然学会了。苏信一介废体，他是要被这聚气成刃砍成臊子了吧？苏信，受死吧！
可能！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还多着。什么？苏信竟然挡下了赵灵的最强一击！他不是废体吗？怎么挡得如此轻松？从苏信刚才展现出来的气息来看，他好像重新踏入了真武境，并且已经达到了真武9重境。他不是被穿了琵琶骨，成了一介废体吗？怎么修炼的这么快？我说你哪来的底气？原来是突破了境界，只可惜啊，你只突破了9重境界，距离你3年前都还差得很远。而我已经突破了真武10重境巅峰，距离那化海境只有1步之远。这境界的差距不代表实力的差距，这一点你弟应该深有体会。苏信，你怎么？你是觉得你在技艺方面能超过我，比我强？那我不妨告诉你，我昨天回到永宁郡时，又闯了一次寻龙塔，并且我已突破11层。什么？他竟然闯过了11层！怪不得那么轻松地打败了大小姐，他的实力早已凌驾于苏家众多天才之上。他真的闯过了11层？这年轻一辈中，也就是他跟曾经的那位剑一先生能通过这11层。想不到赵家子弟竟然强盛到了这种地步，仙儿，你真能挺得住吗？刚才我使的力度并不是我全部的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跪地求饶的机会。之前你不是被称为什么天炎皇朝第1天骄吗？我倒真想看看你这天之骄子跪在我面前的模样。11层，5年前的我便站在了寻龙塔第13层的塔顶，你连5年前的我都比不过，你有什么本事让我跪？仙儿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，下去吧。苏家不会有人再责怪你，也没必要将这份责任担于自己的肩上。若是放在3年前，区区赵家子弟有岂是我儿的应和之地？只是3年前那场意外来得太过突然，如今仙儿终于再次踏入神武境，绝对不能夭折于此，哪怕将我们苏家建立拱手让人。放心吧，父亲，3年前我怎么把苏家拖入深渊，今天我就怎么把苏家再次戴上农药。苏家剑令，谁都别想插手。谢儿，咱们家的大少爷还是有骨气的，可是3年前他为什么不战而逃呢？可能他也有苦衷吧。无论如何，此时此刻，他在我心里就是苏家的大少爷。好一对父子情深呐！可是，就让这场戏就此落幕吧。赵青，大哥，接刀！这是奔雷刀！什么？这就是赵家家主赵天雷托高人打造的奔雷刀，据说配合上赵家的奔雷刀法，可以令天地变色的奇效。你仅真武境9重天，竟然能让我使用最厉害的刀法，你的确很强，可惜你也止步于此吧。苏信，受死吧！小子身法恐怖如斯，明明可以一剑击败对方，为何要留手？难道他是想折磨对方？太厉害了！少爷竟然完全没有让对方摸到过，速度太快了。赵灵的技艺成功闯过第11层，也是顶级中的顶级。然而在苏信面前却不堪一击，难道苏信他就是？你输了！你个杂孙！我今天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这是化海境，他突破了！他竟然突破了！真武境与化海境之间差着一个大境界，两者根本不可相提并论，根本不是技艺高低所能抹平的。你可知，我早就能达到化海境界，只是我一直在刻意压制修为。那是因为不久前，我从父亲那儿得到了一门功法，我原想以这门功法作为基础，
修炼法术，这样我的实力将会更强。是你，就因为你的出现，让我不得不提前突破。苏信，你真的该死啊！难怪他这么强，原来早已是半步化海境的强者了。我输给他不远。这些明明有机会直接将那赵灵击败，却偏偏要留手，放任那赵灵突破修为。现在麻烦可大了。只是，好像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。难道他还有把握对付已经突破到化海境的赵灵？苏信，受死吧！公子，苏信。没想到境界差距这么大，少公子只是轻微受伤。可惜了，境界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。但凡少公子能达到真武境10重巅峰，恐怕也能打赢他。少公子没有要退缩，他竟然还要继续吗？你的刀法确实不赖，接下来该让你看看我的剑了。飘雪剑术，飘雪剑术，什么是飘雪剑术？飘雪剑术是苏家秘传的剑法，是苏家老祖所创，一共9式，又名飘雪9剑。每一剑的威能都比前一剑强盛1倍，直到第9剑，摧枯拉朽之势。可惜啊，第9剑很难学会，不知少爷能否赐出第9剑？那我今天就要看看，我赵家绝学与你苏家绝学，到底谁更厉害！来吧！三剑，第5剑，第6剑，第7剑。来了，第9剑。天哪！少公子竟然真的刺出了第9剑，他果然是天才。身为苏家家主，都鲜有人能领会到第9剑，没想到少爷竟然成了。可惜了，还是境界差距太大。对方是化海境强者，即使强入第9剑，也难以破防。一战结束了，他的下场只有死。苏信，你的剑法不过如此吗？苏家绝学，浪得虚名。接下来我可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今天就算是破坏规则，也要保谢尔一命。第10剑！天哪！苏家老祖毕生所学所创立的飘雪9剑，竟然被少公子领悟出了第10剑，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啊！他怎么这么强？你可真是个怪物！这飘雪剑术竟然被你领悟出了第10剑。不得不说，你的天赋确实震古烁今。如果3年前你没有那场牢狱之灾，今日你会是何等怪物？可惜呀，这应该是你的底牌了吧？有了全部，却只能伤我分毫，这就是境界上的差距。谁说这是我的底牌了？第11剑，斩雪。什么？还有第11剑？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等等，12剑！陆叔，大哥好像打不过姓苏的，你快出手救大哥呀！不急，小莲可是化海境强者，怎会被一真武9重境的人斩杀？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。啊！好！大哥！
他竟然真的斩杀了化海境强者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越阶杀人，他还是以前那个苏信，不可战胜的天才少年。你竟敢杀人！机主的门客，甚至妄图染指主人的权利，这样的人死有余辜。你杀得好！这些年赵家兄弟趁我苏家落寞，欺辱我苏家人何止百回，这样的人该杀！如果少公子不使出全力，那么死的就是少公子了。赵灵睚眦必报，得势必杀少公子。对，就该杀，就该杀，该杀！该杀！苏家主，这件事情难道你不给个说法吗？说法就是赵灵他技不如人，被我苏家子弟于擂台上斩杀，是什么问题吗？苏家主，你可知赵灵是赵天雷的儿子？赵天雷是司徒家的座上宾，你纵容你的长子，杀了他的儿子，怎么跟他交代？司徒家，那可是皇上新贵，司徒家。没错，还记得3年前那场约定之战吗？少爷的对手便是司徒家的天骄，那场对战，谁赢谁便能够取得皇朝的9公主，成为驸马。只是少爷当日消失不见，让司徒家的天骄捡了个便宜。而9公主不久之后也消失不见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司徒家的天骄未当上驸马，皇主为了补偿，给了司徒家最好的修炼资源。如今司徒家隐隐有着成为皇朝第1家族的趋势，已不是我们苏家能相提并论的了。我劝你还是带着你的好儿子去赵家面前负荆请罪，这样你苏家或许能逃脱灭门之灾。否则，回去告诉赵天雷，让他把脖子洗干净，还有他背后的司徒家，并不算账。你说什么？希儿的话就是整个苏家的意思。如今他是苏家县令的掌令人。家主说的对，少公子的意思就代表我们苏家所有人。苏家已经沉睡太久了，我们该站起来了。没错，有少公子在，我们谁都不怕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苏家能掀起什么波浪。我们走。苏信，你杀了我大哥，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我等着。真不愧是少公子，苏家太厉害了。走，散了吧。苏小友，不愧是昔日皇朝第1天骄，苏家崛起指日可待。远大人谬赞了。如此逆天的天赋，难道他就是那个闯过了14重塔的剑医？可惜他还只是真武境，不曾突破他的化海，不然倒是能赶上今年的皇朝狩猎，届时也能为我永宁郡争光。可惜错过了今年，再次参加，怕得等年后。苏家主，袁某还有公务在身，就此告辞了。希儿，父亲。家主，少主斩杀赵灵虽然痛快，但实在也惹下了巨大的危机。这赵天雷目前已步入了破虚中期，整个苏家也只有您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赵天雷最近一直在疯狂蚕食我苏家的产业，如若知道他儿子死于擂台，他一定会对我苏家展开疯狂报复，届时怕我苏家不是他的对手。父亲，赵天雷果然杀。姐儿，你能在真武境、越境斩杀赵灵，的确天赋非凡。可那赵天雷已是破虚中期，要是多给你几年时间，倒也未必斩杀不了赵天雷。就不知我苏家还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。是啊，这些年赵天雷自从搭上司徒家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疯狂蚕食我苏家产业。以前他还要点脸，现在他儿子死了，恐怕会更加肆无忌惮。留给我们苏家的时间怕是不多了。罢了，希儿，你也不用想这么多，尽管潜心修炼便是。
这件事就让为父来做吧。谢父亲，父亲完全有斩杀赵天雷的实力，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出手。或许我能帮父亲吧。父亲，孩儿告退。这小子藏得挺深的，明明已经觉醒了血脉，竟然只字不提。能以真武九重之力越境斩杀化海境强者，这等血脉起码也得是2品巅峰血脉。就是不知这臭小子的实力有没有步入1品行列。洪长老，此次你我联手，竟要覆灭苏家全族，为犬子报仇。为此，我愿意让出苏家5成的资源。你我都是破虚境的强者，而小小的苏家，除了苏家家主拥有破虚境的实力，灭掉他们易如反掌。还有那个苏信，一定要将他挫骨扬灰，把他的头颅砍下来，放在大哥墓前，摆上7七49天，用以祭祀。他不过是窃占我家少主的蝼蚁罢了，不足为惧。灭杀他不过是顺手的事儿，而老夫真正看重的是苏家的传承秘术。放肆！何人敢来拦路？你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吗？阁下可是赵天雷大人，在下受赵灵公子所托，在此等候，有几句话想对你讲。难道灵儿死之前还有什么吩咐？你说吧。赵灵公子托梦告诉我，悠悠黄泉，呼呼气，还请赵大人与赵青公子一起下水，好与家人团聚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赵大人如此说话，哪儿来的疯子？杀了他！真武10重境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区区真武境就敢来劫杀我们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赵大人，此贼无需你出手，我一人足以将他灭杀。小子，去死吧！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？一个化海境的强者杀一个真武境的蝼蚁也要磨磨唧唧。你小子不会是昨天晚上窑子逛多了，连杀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吧？不好，大家一起上！禁术灭！不可能！你刚刚明明是真武境10重的境界，怎么瞬息之间就突破了化海境巅峰？长老，失算，竟然还有一位破虚境高手在这，不都一样，今晚赵家必灭。小心，此子十分诡异。不过是化海境的蝼蚁罢了，岂是老夫一举制衡？什么？破虚境中期竟然被一剑秒杀了！现在也该轮到你了，魔鬼，快跑！想跑？净空神咒，净空神咒能短暂封锁一片区域的空中领域，这导致破虚境以上的修士无法飞天。可是净空神咒可是赤龙楼的宝物，只有那些绝世天才才能拿得到。他到底是谁？净空神咒到底是从何而来的？将死之人就不必追问了。狂妄！
真当我赵天雷是好欺负的吗？封魔刀！爹，到底是谁？苏信，他是苏信。什么？这就是那个杀了我儿子的小杂碎！不可能！你杀我儿子的时候，才真武境9重，这么短时间，怎么可能这么快脱化海境后期？没必要知道。想跑？赤尊血脉的传承禁术果然有后一招。虽然燃烧血脉之力，战力能瞬间提升50息的时间，但还是错过了破虚境的对手数量。这都是，不过还好，能将赵天雷彻底抹杀。苏家门客派系群龙无首，从今往后，苏家被门客欺压的日子，终将一去不复返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如此惊慌？昨夜赵天雷一家被灭口，20余口无一生还呐！你说什么？赵天雷死了？他们一家是死在距离苏府不远的官道上，而且现场不仅有赵家人的尸体，还有2位破虚境强者的尸体。据初步勘查，这位强者是司空家的司空长老。什么？司空长老？怎么连司徒家的司徒空也卷进来了？这事闹大了。会不会是苏家人干的？应该不会。你仔细想想，赵天雷已经是破虚境的高手，再加上司徒空，整整2位破虚境的强者，就算是老夫亲自动手，也不可能同时灭杀2位破虚境的强者。苏家暂时没有这种高手，况且这破虚境的强者，即便是打不过，也能遁空而逃。这2位强者竟然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，那对面得是多么强大的存在呀！恐怕连涅槃境的高手都做不到。对了，大人，现场还发现了使用净空符咒的痕迹，行凶者应该是使用净空符咒限制2位强者逃跑的路线，从而被杀。净空符咒，老夫想起来了，昨日剑一先生给老夫讨要过一枚净空符咒。大人，杀赵天雷一家的人，难道是剑一先生？剑一为什么会对赵天雷出手？赵天雷的仇家是苏家，难道剑一是苏家？收拾收拾，立刻去拜访苏府。少爷，你受伤了，我现在去给你叫大夫。胡山，不用。赤尊血脉的传承禁术，能让我在短时间内修为暴涨一整个大境界，只是后遗症也不小。昨晚斩杀了2名破虚境高手后，我整整花费了1晚上才恢复过来。看来他只能当做保命手段来使用。你找我来什么事？家主让我叫你去大堂，好像有什么急事。希儿，来，父亲，袁大人。叫你们过来呢，是袁大人想邀请你们参加3日后的皇朝狩猎。皇朝狩猎？没错，3位都是有名句的青年才俊。3日后的狩猎，那可是天炎皇朝所有青年才俊的盛宴。而且这最后皇朝狩猎的决战，更是由天焰宫的代表出场观看。天焰宫，就是那个有机会直通上界的天焰宫。没错，天焰宫可是真正的修仙圣地，已经传承上千年的时间，门派内个个都是佼佼者。如果有机会被他们选中，那谁才是苏家第一天才，恐怕还未有定数。怎么，
少侠不愿意参加吗？我现在可以肯定，苏家少主便是那位神秘的剑一先生，他可是闯过了14层寻龙塔的存在。若是能代表永宁郡参与皇朝狩猎，定能让永宁郡大放异彩。付出何种代价，都得让剑一先生参加此次狩猎。少侠，要是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，赤龙楼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，当然也包括2位少侠的需求。袁大人，我只有一个问题。少侠，请问，这司徒家的天骄，他会参加吗？这是自然。司徒家的司徒玉，乃是继苏信少侠后的皇城第1天骄，当然不会缺席此次盛宴。看来苏信少侠还是对3年前所谓不战而逃的事情耿耿于怀呀。只是那司徒玉，如今已是整个天焰皇朝年轻一辈第1人的存在，苏信少侠还是他的对手吗？不管了，只要剑一先生答应就是好事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你们准备，明日随老夫一同启程前往浴血现场。有了，袁某还有公务在身，就先行告辞了。你们送送先生。是。仙儿，此次皇朝狩猎，你尽管去，家中危机现已解除。方才袁大人同我说，赵天雷已死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你不惊讶，是知道此事吗？父亲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哦，现在还不能告诉父亲，赵天雷是被我所杀，实在是太过于让人匪夷所思。而且，除了袁主管，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我的头上。毕竟，没人会相信一个真武境能灭杀2位破虚境的强者。至于这个袁主管，看他今日的态度，应该是想帮我刻意隐瞒此事，所以无需担心。虽然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帮我们苏家除掉了心头大患，但这件事对于我们苏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只是与这赵天雷一同死的，还有一名司徒家的长老。如今司徒家如日中天，恐怕他们会趁此对我苏家发难的。昨晚另一位破虚境强者，竟然是司徒家的人。父亲不用担心，这司徒家只是趁我苏家之危，此次皇朝狩猎，我会让他摆清自己的位置。居然有这么多人！这还只是云州一个州的汉血。云州下辖126郡，而整个天炎皇朝足足有这36个州。这次的皇朝狩猎恐怕有整整10万人的规模。这么多人参加，不知道剑一先生有没有来到现场啊？苏信，待会儿选拔开始，你就不要上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皇朝狩猎的最低境界要求是化海初期？玉宁，你我近日都进行了大境界的突破，迈入了化海境，而咱们这位苏家大少还在真武10重境。还有这种规定？但是阿信是袁前辈亲自挑选的，应该有理由吧？你不会以为袁大人会主动邀请他吧？难道不是因为咱俩同时迈入了化海境的原因？他只是跟着我们沾光罢了。苏信，你不会以为你在剑令争夺战上侥幸的赢了赵灵，你就是天才？只有在这个地方脱颖而出的人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天才。所以你就别抱希望了。你呀，一会儿就别上去了，免得丢了我们苏家的脸不说，还丢了整个永宁郡的脸。苏千红，你别忘了，阿信现在可是苏家的直令人。好，希望苏家的直令人一会儿别丢太多的脸。过了初选，我必须将苏家剑脸夺回，那本来就该属于我的东西。瞧吧，
这不是我们永安郡的苏家吗？我还以为你们苏家已经派不出人来参加狩猎了。这个人是谁？能让苏金红不敢反驳的人，可不多见。隔壁天水郡康家的2位少主之前和苏家有一些摩擦，不过他们看不起苏家也正常，毕竟他们2兄弟迈入化海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尤其是大哥康静，更是号称天水郡第1天才，现在恐怕已是化海中期的实力。你们苏家派2个刚踏入化海境的人来参加狩猎也就算，为什么还带一个真武境的废物？原来是他呀！竟然真的是真武境，走错了吧？真武境来凑什么热闹？参加选拔的最低要求可是化海境初期。哼，没有化海境还敢来参加皇朝狩猎，这简直是可笑啊！就是，真是可笑。哎呦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我们苏家的少主，总得给他开后门吧。苏家少主，哦，你就是那个3年前跟司徒家天骄决战，结果不战而逃的苏家少主啊！哇，原来就是他呀！哎，我记得他不是被那个荒主给打入禁魔大狱了吗？哦，放出来了。这种废物也好意思来参加皇朝狩猎，这苏家呀，真是脸都不要喽！这永宁郡呢，怎么都堕落到这种地步了？居然选一个真武境的上来，简直是闻所未闻呐！苏信，你知道你现在有多丢人吗？你丢的不仅仅是苏家的脸，更是整个永宁郡的脸。我跟你说过，以后苏家将以我为荣，整个永宁郡将以我为荣。这小子还没睡醒呢吧？什么大话都敢说！这家伙该不会还以为还是3年前吧？还以为他是以前的那个天下第1天骄。就是第1天骄，哎，丢人啊！就是。大家静一静，我宣布云州狩猎初选现在正式开始。好。在此之前，我需要确认一下，在场的天骄是否拥有寻龙塔的地级令牌？地级？什么地级令牌？地级是啥呀？你有吗？地级令牌可不是大白菜啊！自以为谁都有，怎么可能有？出息可不好得了。无人持有吗？拥有地级令牌的天骄可以直接通过初试晋级下一轮。还这么厉害！我靠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凭什么有此令牌的就能直接进入下一轮？这简直是黑幕嘛！你知道拥有地级令牌代表什么吗？代表着他闯过寻龙塔第13层。有这种实力，还需要进行初选？可不就是！放眼整个天炎皇朝36州，能有几个人闯过寻龙塔第13层啊？可惜啊，我只闯了12层，拿到了神级令牌。没事的，相信以你的能力，接下来的测试应该不在话下。难道整个云州26郡竟无一人持有地级令牌吗？兄，你有吗？没有。谁有这种宝物？卡我都想能参加皇朝狩猎到啊！不知道谁会说呀？当然有。苏青红，你该不会想说你持有地级令牌吧？自然不是。但是我知道，现场有人拥有地级令牌，还是我们永宁郡的人。苏家都已经堕落到派一个真武境的废物来参加狩猎了，还能有这种天骄？康健，你休得猖狂！我们永宁郡的剑一先生，便是一人一剑闯过了寻龙塔第14层。什么？14层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我也听说过此事。1个月前，有一个天才少年闯过了第14层，是永宁郡人。不过这人好像只出现过1次，也不知道他今天会是否到场呢？真想看看他真容啊！剑一先生可曾在此？还请出面为我永宁郡争光。这个剑一先生这么闪就在这儿。剑一先生，剑一先生可曾在此？还请剑一先生出面。剑一，难道剑一先生今日未来参加狩猎？我看所谓的剑一，不过是缩头乌龟罢了。既然没有人拥有此令牌，
那就等等，地级令牌我有。你说什么？你有地级令牌？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区区真武境，别说闯过寻龙塔的第13层，就是第10层，你闯得明白吗？那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吗？还嫌丢脸丢得不够吗？阿信，你别乱说话。地级令牌是顶级天骄才能拥有的东西，在赤龙楼都有备案，胡乱冒充可能会被追责。放心吧，宁姐，我说过，我有地级令牌。这是地级令牌？这不可能吧？区区一个正武境的废物，怎么可能会有整个云州的难得一见的地级令牌？这个令牌一定是假的。这就是地级令牌？我的天！他第一次见有地级令牌，难道这怎么可能啊？没错，这的确是赤龙楼颁发的地级令牌。天哪，他竟然真的拥有地级令牌！他到底怎么得到的？是啊，不是说整个云州只有剑一先生才能拿到地级令牌？难道苏信他是？我知道了，这块令牌它是个过期的东西。过期的地级令牌还有过期这么一说？我也从未听说过此事。不过一个真武境拿出地级令牌，这的确也是匪夷所思了。有道理。苏清风，你凭什么说这枚令牌过期了？难道大家都忘记了吗？5年前就是我们这位苏家大少，号称凭借天下第一天赋的卓越之姿，以15岁的年纪便闯过了寻龙塔13层。他不说我都要忘记了。这个苏家公子啊，确实是天眼皇朝的第一天骄。我也想起来，这件事名震整个九州啊！所有人都知道，他15岁便完成了普通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壮举。大家都以为他闯过第15层只是时间问题，只不过他临阵而逃了。哎呀，那照这么说的话，这苏青红说的令牌问题也未必是假的了。毕竟啊，这苏信3年前可是创下了个奇迹的。哎，可惜他被禁魔大狱封了3年，如今成了个废人，难不成还要靠着以前的荣耀一举上位吗？对，就是说的没错呀。就是。算了，对吧？原来阿信的令牌是5年前的那一款，我还以为……我说你今天怎么还有脸跟我们一起来呢？原来你想通过这种方式走捷径。你刚才不是满场找实令吗？怎么，我掏出来，你却是最不配？你也配？我寻的可是闯过14层寻龙塔的剑一先生。再说了，真让你这种真武境的晋级到下一轮，那岂不丢了我们整个云州的脸？没错，他说的对，绝不能让这种人混过去。下一轮要面对的可是来自于各州的青年才俊，这云州要是让这种人进入下一轮，那不把整个云州的脸都丢完了吗？绝不能开这种后门。就是不可以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坚决不行。无论如何，这也是阿信昔日的荣耀，为何不能让他一试？你也说了是昔日，他还是昔日皇朝第一天骄呢，可他现在是吗？这位先生，此贼想拿5年前的东西蒙混过关，还请擦亮眼睛，别让这次的狩猎化为笑柄。此枚令牌确实由最新材料打造的，绝不是5年前的东西。可这个少年又确实是真武境，他到底是怎么拿到令牌的呢？既然大家都有异议，那老夫只能暂时保管这枚令牌。这位参赛者将与大众一同参与初赛选拔。他们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放心吧，宁姐，就算是何晏，我也不怕。苏信，我现在可真是羡慕你的自信。以你的境界，你拿什么跟如此众多天骄相比？你啊，还是赶紧离开吧，免得丢了我们苏家还有永宁郡的脸。你，那么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。这竟然是混沌仙钟！混沌仙钟干嘛用的？你连混沌仙钟都不知道？这可是天炎皇朝祖传的圣物，据说是某位成仙的老祖留下来的东西。啊，对，我听说过。据说呀，这口仙钟诞生于混沌，有着通天彻地的感知能力，能感知所有人的天赋。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让他响起钟声。啊，
所有参赛选手将灵力注入到仙钟内，若钟响，则代表着晋级；若钟未响，则代表淘汰。你们谁先来啊？我先来。接下来换我。还是让我来吧。哎呀！这也不行啊，这还不如我。这也改变了。这钟怎么不响啊？难道我们都不达标？这也太严格了吧！原本我以为我很有天赋，看来是我想多喽。难道整个云州就没有能够让仙钟响起的天骄了吗？我来。天哪，苏家真不愧是年轻一代的第一人，天赋果然逆天啊，太厉害了！没想到第一个能让仙钟响的人，竟然是来自永宁郡的苏家人呢。又响了一声，苏家竟然拥有2位钟响的天才，果然是有底蕴的大世家呀！哎，快看快看，钟身还在发着光。金光未灭，则代表着还有1声钟响。哇，居然响了2声，可见苏家大小姐的天赋更胜于苏秋红啊！没想到苏玉宁的天赋竟然会比我高，他之前明明不是我的对手，难道就是因为被剑一先生指点过后，便有着如此突破？剑一先生可真是我的贵人，可惜他今天没来现场。姓康的，你不是看不起我们苏家，看不起永宁郡吗？我苏家一门3钟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哼，区区3声钟响而已，还是2人加起来一共3声钟响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炫耀的。这样吧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，如何？你想赌什么？很简单，如果我们康家响起的钟声比你们苏家更多，你们苏家人就要跪在我们康家人面前磕头。你们苏家人不会不敢吧？哦，不敢赌的话也可以直说，毕竟你们苏家人怯战是传统。好，这个赌我们苏家接了。苏金红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？你没看到他们都踩到我们头上了，你也想当缩头乌龟？不要跟他们比，因为你们比不过他。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这个废物，我们苏家怎会被人轻视？姓康的，这个赌接了，我要看看你今天怎么赢我们苏家。我苏家一门3钟响，不见得不输。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苏家人盲目自信的样子。既然如此，本少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不愧是大哥，大哥的天赋又岂能不响钟声？你们有什么自信，敢跟我们康家叫板？啊，别着急啊，这才1声，我们苏家可是有足足3声。这康家大少竟然也拥有2声钟响的天赋，这要是康家2少再来1声钟响，他们就打平了，这怎么算呀？对呀，怎么算呀？哎，不对，快看，金光还未消散，莫非还有第3声钟响？钟响3声，老夫啊，这些年见过的也不过双手之数。这康家少爷的确前途无量。他们已经3声了，我们要输了。现在只能赌康轩，天赋不够响钟，这样我们2家也算是打平了。恐怕要让你们苏家失望。什么？响了4声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没听错吧？康家大少居然让仙钟连响了4次，这得是何等逆天的天赋啊！钟响4声，他的天赋已经是非常逆天了，整个天焰皇朝也找不出几人。
没想到这云州有如此天骄啊！光我大哥一个人的天赋就秒了你们两位。所谓的苏家天才，是我都不用出马。现在，你们苏家可以向我们康家下跪了，向大家证明，苏家永远都会被我们康家踩在脚底下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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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跪下呀！你们苏家人不会又怯战，又说话不讲信用吧？真是有够可笑的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好，跪下！我跪！苏家不会向任何人下跪。怎么，你还想当众耍赖呀？赌局未结束，苏家还有我。你一个连化海境都没达到的废物！这家伙的天骄银还没赚够呢，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逞强？连化海境都没达到，估计连仙中都懒得响一声啊！居然敢出来丢人现眼！苏信，给我闭嘴！你觉得我苏家丢人丢的还不够吗？这次好像把苏家推到悬崖边上的是你吧？你苏信，你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宁姐，我不会让任何人踩在苏家的头上。该跪的是他们。没反应，你看看，还不如我呢！下来吧。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，一个真武境的人竟然还想有钟响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现在，你们苏家人该死心了吧？让一个废物上去浪费那么多时间，连苏信也没有办法。难道苏家的脸面今天真的要被我们丢尽了吗？我没听错吧？心中连响了3声。你没听错，心中就是连响3声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对啊，天焰皇朝当今第一天骄司徒玉逃3声也是连响，最终司徒玉让仙中响了6声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一个真武境，怎么能跟司徒天骄比呢？你别忘了，曾经的第一天骄那也是苏信啊，而且曾经的他应该跟司徒天骄的天赋是差不多的，只是没想到他蹲了3年的禁魔大狱，出来天赋还能有如此。哥，怎么办？他们的钟声快超过我们康家了。没想到这个废物竟然还有这等天分。连接，现在不过才超过2声而已，你的天赋还有机会反超，看他的金光弹了。哎呀，他的天赋就到这儿了，跟司徒天骄比啊，那还差得远呢。是，司徒天骄那可是皇朝年轻一代的第1人，他拿什么比呀？不过呀，能够与真武境换得3声钟响，他不愧是当年的第一天骄，更何况他已经帮苏家挽回局势了。苏信，为什么你每次运气都这么好，当苏家的救世主？这是什么？又连续响了3声！天哪，这不可能！这已经是仙中6响了，这天赋直逼司徒天骄啊！就算是司徒天骄的后3声，也是1次响的。苏信竟然连续2次3次响，难道他的天赋比司徒天骄还要强吗？哥，我是不是得让仙中响5次，才能挽救康家了？这不可能！他明明是一个废物，竟然能做到仙中6响。哥，他还没有收手。仙中9响！陛下，陛下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外面什么声音？陛下，是仙中9响，仙中9响啊！什么？仙中9响？对，是9响，是9响！我天炎王朝竟然出了这样一个惊世天才，难道是司徒家的那位境界又精进了？陛下，那位天骄来自于云州。云州？苏家便是在云州的永城郡，难道这个天骄是？仙中9响，这是皇朝老祖都不曾做到的事情。难道苏信就是天炎皇朝亘古唯一的天才？没想到我竟能见证如此天骄的诞生，这次没有白来啊！
什么？难道是连混沌心中都承受不住苏信的天赋？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？苏信，你再一次拯救了苏家。我说过，不会让任何人踩在苏家的头上。现在该找些人算账，该兑现承诺了。我不跪，我他妈康家二少，凭什么给你一个真武金的废物磕头下跪？怎么？你们现在是要耍赖？谁说我们康家输了？我弟还没上场，说不定我弟的天赋比你更强。你们真是耍赖！就算你弟弟天赋再强，又怎么能比得过苏信？不信的话，你再拿出混沌仙钟出来，让我弟测试一下。你仙钟因为承受不住苏少侠的威力，所以给碎了吗？那怎么可能又变出一个混沌仙钟呢？你们康家好歹是整个云州数一数二的顶级家族，怎么教出来的人如此不讲信用啊？也不怕丢了你们康家的脸？今天就算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耍赖，也不能跪着给这小子磕头，否则康家的脸面只会更加受损。苏信，我姑且算我们打个平手，你我都是代表云州进入下一轮的天骄，希望不要就此内讧，在下一轮比试中各自散发光彩。我们走。站住！还有事儿？如果你们不遵守诺言，我保证你们进不了下一轮。苏信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？承认你确实有些天赋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真武境，而我是化海中期，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如鸿沟。看来你是想让我帮你对下。小子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要怎么让我跪下！跪下！哥，我绝对没知觉了，我就断了，哥。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失去了行走能力，所以这次狩猎你们也都别参加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这是没知觉了，哥，我这真的没有知觉了。苏信，你竟敢如此行事，就不怕我康家报复吗？我给过你们机会，可是你们自己不珍惜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。现在我能进入下一轮了吗？自然，苏少侠和苏少侠的家人都可以直接晋级下一轮。下一轮比赛将在灵台山中举行。什么？竟然是灵台山？什么是灵台山啊？你连灵台山都不知道？那可是天炎宫的圣地，里面灵气充裕，散布着各种天材地宝以及珍稀妖兽。虽说很危险，但也确实提升境界的最佳圣地。这一次通过的天骄们，在灵台山中，就算不能拿到好名次，但是也有机会快速提升境界。奖励竟然如此丰厚！可恶，我竟然没有通过！第二次选拔为期1个月，在此期间所获得的天材地宝或者击杀一只妖兽都能获得积分，积分的多少取决于难度，最终排名前10的天骄啊，可以直接晋级最后的选拔赛。在灵台山上应该能让我快速提升境界，只是不知道这次比赛能否遇到司徒羽。3年前的账该清了。我要进去了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家主，少主进入灵台山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今日是决出天焰皇朝10大骄子的日子。虽说这灵台山灵气众多，但是危险并存，不知他们是否可以成功出来。三叔，快看，他们出来了！堂姐，大师兄。三叔，不错，这灵台山果然是个好地方。1个月前你才刚迈进化海境，如今却已是化海境巅峰，只差1步便可踏入破虚境了。哎，景洪，这玉宁都已经快进入破虚境了，你怎么还是化海境初期啊？他进入灵台山第1天就要与我和苏信分开，非要靠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，结果第2天就被人囚禁，直到昨天才放出来。碎灵，你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白白浪费了一个绝好的修炼时间。对了，信儿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？三叔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苏信他成功进入前30了。什么？你说信儿他成功进入前30了？现在前30名的天骄还在里面进行积分结算，苏信他很有可能进入前10。天哪，那可是整个天焰皇朝年轻1辈的前30啊！据说这个皇朝狩猎，整个天焰皇朝境内36州下辖数千个郡，将近有10万青年才聚参加。少爷居然能闯入前30，这真是光宗耀祖的时刻啊！苏信，
终于不用向别人证明自己。苏家不是废物，我家少主就是天骄。我就说吧，信了他，肯定能做到。当年威风凛凛的苏家，什么时候过了这步田地？昔日苏家鼎盛时期，年高于地，这谁呀都不放眼里。怎么今日族中弟子进入前30就激动成这个样子？真是是人非呀！司徒风，你是在嘲讽我苏家吗？我堂堂司徒家，又是皇朝第一强盛家族，又岂会自降身价，嘲笑你一个2流小卒？司徒风，你不过是仗着有一个优秀的儿子罢了。我相信谢尔假以时不会比司徒家的天骄差在哪。哦，你说的不会是3年前为九儿威勇而逃的那位吧？这个苏百臣，有一个误区，我得给你纠正一下。你儿子怕是永远赶不上我儿子的脚步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今日就是天焰王朝居住10大天骄的日子。3日后，天焰宫圣域将从这10位天骄中选出5位天赋最高的人进入天焰宫传授仙法。你觉得你儿子能被选中吗？啊？什么？天焰宫竟然要收徒了？那可是仙家圣地，谁要是被天焰宫收为弟子，那就离成圣不远了呀。如今我儿是整个天焰宫第一天骄，以他的天赋，几乎锁定了一名进入天焰宫的名额。届时我儿修炼仙法，甚至得道飞仙，你儿苏信怕是拍马难及。你们苏家的废物，别说最终被天炎宫圣女选中，就怕连天炎皇朝的10大天骄都选不上吧？能进入前30名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家主，这可是天焰宫的名额啊！如果少主可以进去的话，让我们苏家真的要出仙人了。玉宁，你上一次见谢尔的时候，他到了何种地步？我上次和苏信分开的时候，就是昨天，他和我一样进入化海巅峰。区区一个化海巅峰，角逐皇朝10大天骄之笑话！怕是他进前30名的名次都走了狗屎运吧？我们家少主在进入灵台山之前，他还是真武10重境，1个月修炼之后，已经达到了化海巅峰。你们还有什么可嘲笑？你们苏家人还真是喜欢做梦。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，那些淘汰没有进入前30的人，甚至有一些已经迈入了炼虚初级，更何况是前30名，区化海阶，拿什么跟他们争啊？苏百臣，不妨告诉你，我儿在第2轮选拔时候便踏入了破虚初级。什么？破虚？司徒羽不愧是如今的第1天骄，他的天赋竟然恐怖如斯。经过这1个月的淬炼，不知道今天已经精进到了何种地步。心儿真的能跟这样的怪物相争吗？天焰皇朝10大天骄已经产生，这便是10大天骄的名单。终于出来了！你说咱们少主能进这前10天骄吗？要是放在3年前，少主乃当之无愧的第1天骄，可如今说不好。少主荒废了3年，能走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就算进不去又怎样？他无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。获得此次狩猎大赛积分榜第1名的是霍虚后期司徒玉。啊，霍虚后期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就是霍虚后期。传说中的司徒家天骄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霍虚后期，那可是一步迈入涅槃境的尊者，这天赋简直逆天啊！果然是破虚后期的奇迹，此子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我。好，鱼儿，没让我失望。
如此逆天的天赋，天眼宫定收你为徒。孩儿定不负家族重托。好，排名积分榜第2的是破虚中期3，排名积分榜第3的是破虚中期段云峰，排名积分榜第4的是……没机会了。这排行前10的天骄，个个都是破虚境中期的冠军，甚至连一位破虚境前期的强者都没有。司徒家那位都迈入了破虚后期，以少主的境界，恐怕很难进入前10之列。最后一名晋级者是破虚……什么？不是破虚境，他是化海后期，苏信。啊！第10名居然是化海境，我没听错吧？我靠，这化海境怎么会进前10呢？他能进入第10名，比司徒天骄或许后期还让我惊讶呀！你确定第10名是他吗？这个化海境怎么能进前10？司徒家主，老夫没有看错，第10名的确是叫做苏信的年轻人啊！天哪，少主竟然真的做到了！化海境从皇朝一众年轻学子脱颖而出，位列10大天骄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健儿，真是让爹太感到意外了。不行，我说过不会让家族蒙羞。区区第10名罢了。苏百辰，你高兴太早了，别忘了3日后才是天眼宫的选拔赛，到时候就叫你儿子自求多福吧。走。等等，司徒玉，这3年前的战斗该做个了断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化海巅峰叫板破虚后期，他疯了吧？两者之间的境界差距宛如鸿沟，司徒天骄一根手指就可以碾死化海境，他竟然敢跟司徒天骄这么说话！苏信，你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。3年前，你不配与我相提并论，更别说今天。3年前侥幸的那个人是你，让你顶着我的名声精彩的活了3年。现在我全部也收回了。你记得，不属于你的，你夺不走。苏信，你不会以为你混到第10名就会让我对你心存嫉妒。如果我是你，不会这么自信，而是想办法退赛。因为如果3天后你遇到我，吴会长何止走向凉潭。正巧，我也是这么想。行了，玉儿，跟这种没必要说这么多。等这次狩猎结束，一定要整个苏家付出代价。苏百辰，我希望3日后能看到你来现场，我让你亲眼看见我的儿子如何对你儿形成碾压之势。好，是但好，我们走。苏白晨这个废物，他牛气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说他废我儿子赢得了我的儿子？父亲，无需对这种人生气。当年苏信不敢与我交战，现在我们之间的差距更是大如鸿沟。这小子确实邪门啊！今日派人调查过了，玉儿，还记得1个月前仙中9响吗？测试者就是这个苏家的小子。玉儿，连你都只让仙中6响，他绝对天赋。父亲，您多虑了。您难道忘记了，仙中在测试他之后便碎掉了？显然是仙中出了问题。一个怯战之人，又能拥有什么样的天赋？孩儿挥手，便将其灭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买通3日后的宠仙官，将苏信跟你分在一起。玉儿，你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将他斩杀掉，这时候苏家才会彻底跌入无底。交给我吧，父亲。随着境界的提升，
燃烧至尊血脉之力，也能让我短暂的踏上破虚后期的实力。与司徒玉的决斗，我无需担心。父亲，父亲，仙儿，看来爹猜测的不错，你果然觉醒了血脉之力，这也是3年前的决战之日你未赴约的原因吧？父亲，请原谅我3年前对你有所隐瞒，因为我当时只有真武师中境的实力，如果让别人知道我是血脉觉醒者的身份，恐怕会给我们整个苏家带来无妄之灾，所以，我选择隐瞒。仙儿，你做的对，只是这3年来苦了你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儿天纵之子，又怎会怯战？原来我儿是血脉觉醒者啊！仙儿，这血脉觉醒者可是历来罕见的，即便是3品血脉，整个皇朝恐怕也只有寥寥数人。2品血脉，只有皇朝的那帮老怪才能有，这1品血脉就更不说。整个天炎皇朝能觉醒此血脉的人，是赫赫有名的存在。仙儿，你觉醒的是几品血脉？应该不低于2品吧？爹，我要是跟你说你儿子觉醒的是亘古未有的至尊血脉，你恐怕得叫出来。不过在我晋升破虚境之前，还是不要告诉父亲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仙儿，这一次的选拔赛，一定要为爹，为我们苏家争口气。父亲放心，我会把我失去的，把苏家失去的，全都拿回。好。哟，这不是3年前没落的苏家吗？他们怎么也被邀请到这狩猎盛典了？哼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刚出狱的儿子竟然获得了狩猎的前10名，就是3年前不战而逃的那个，他竟然也能拿到名次。哼，谁来都没用，今天大放异彩的肯定是我们第一天骄司徒玉。玉儿，你安排好了，这日苏信或许打花海，将他所杀。会长也是我好。王主驾到，圣女驾到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谢王主。天炎宫圣女竟然是9公主，还真的是她。3年前驸马之战，王主却迟迟不将公主下嫁，反而给了司徒家许多修炼资源作为补偿。原来是因为9公主被天焰宫选中成了圣女。若我能进入天焰宫，定能与9公主再续前缘。下面哪位是让仙中9响的天骄啊？皇主，就是他。是他，苏信。你确定让仙中9响的人是他？是的，皇主，就是苏信。这苏信在禁魔大狱待了3年，按理说早已没有任何未来，他怎么能让仙中9响？这可是连司徒家的天骄都办不到的事情。陛下，苏信不仅让仙中9响，他也是进入了皇朝中的10大天骄之一，更是10大天骄中唯一一位化海境的。朕还以为他早已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没想到竟然还能有如此惊艳的表现。毕竟他是昔日皇朝第1天骄，也是父皇最为看重的明星。虽然荒废了3年，但是他的天赋是不可抹杀的。这倒也是，只可惜啊，是个扶不上墙的东西。3年前那一战，他若是不怯逃，想必便应该是朕的驸马。香长，朕记得之前你挺仰慕他吧？父皇，你说什么呢？唉，3年前他窃逃之后，朕就看出来，
你明显是不想嫁给司徒家的那位。幸好你觉醒了血脉之力，被天焰宫看中，当成了圣女培养，否则朕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这门亲事。现如今这苏信凭借着自己的残废之躯再度崛起，倒也是个不服输的种。或许朕再将他赐婚于你。父皇，好，朕不说了。虽然这苏信是我这3年里见过最为惊艳之人，但是自从他怯阵之后，我对他的滤镜都全部彻底消失了。更何况，我也觉醒了血脉之力，成为天焰宫圣女。这苏信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介凡人，我俩的身份是有鸿沟之别。开始吧。皇朝狩猎第3轮选拔赛正式开始。等等，东瀛人，他们来干什么？大胆！这里是天炎皇朝的狩猎盛典，尔等无人邀请，怎敢强闯？鄙人只是听说，天焰皇朝刚刚决出了10大天骄，鄙人代表东瀛小国，想要瞻仰各位天骄的风采。请问，哪位天骄是第1名？正是在下。哦，不愧是皇朝的第1天骄，果然好风采。哼。鱼儿当心！此人有涅槃境实力。什么？此人如此年轻，竟然拥有着涅槃境的实力！放肆！东瀛人，要干什么？鱼儿，我的天哪！这个东瀛人好厉害，他居然压制住了司徒天骄。这人分明就是偷袭，司徒天骄这么强的本领，怎么会屈辱他？呸！东可太不要脸！天焰皇主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想和第1天骄切磋切磋。看来这第1天骄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们听说马上还要举出5大圣者，我们想要讨个位置观看。我天焰皇朝大国风范，不能让这种小帮轻视。来人，此座。天焰皇朝真是莫名，第1天骄竟然是个驯化真的，不知其他天骄能力是否可以？皇朝狩猎第3轮选拔赛正式开始。长坤对战段云峰，张峰对战李四，司徒玉对战苏信。啊！堂哥，你的对手竟然是司徒玉。这个司徒玉本来就与苏信有过节，他待会儿会不会下死手？家主，实在不行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我们不能让少主置于危险境地。哎，我等的就是今天，等的就是现在，为何放弃？少主，这好了，难道还要让当年的事重蹈覆辙吗？这一场战斗本来3年前就应该遇到的，只是拖到了今天。我相信谢儿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天焰皇朝的天骄不过如此，老本就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下一场，司徒玉对战苏信。
这一场恐怕差距很大呀。哼，苏家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，竟然混到了前10名。我赌500金，司徒天骄5招之内将他打败。我赌1000金，3招就能把他拿下。这天影皇朝的比赛可真有意思，一个花海境竟然能对上破虚境。宫本君，你竟然对一个花海境的修士感兴趣？啊，很强。一个是3年前的天骄，一个是现如今的第一天骄。3年前的那场约定之战，最终还是上演了。哥，你觉得这2人谁会赢？司徒玉，没有什么可分析的，境界差距实在太大。光靠他的天赋是无法抹杀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个血脉觉醒者。不过就算是我有了血脉觉醒之力，也无法遇境界如此之大的对手，所以此题无解。苏信必输。苏信，还记得3年前吗？你因为畏惧我而怯战，甚至放弃了当驸马的好机会。想必这3年的牢狱时间应该让你成熟许多，至少不会怯战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你的胆子有点过于大了，连我们之间这种差距如此悬殊的事，你都敢上台应战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不会这么选择。苏信，知道，其实这几年我一直接受着非议，虽然关进了大狱，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觉得我胜之不武，他们认为我配不上天焰皇朝第一天骄这个称号。我原以为我再没有和你交手的机会，所以就一直修炼，终于我让更多人认可了我的实力。今天正好，我要杀你正道。从今以后，我想成为真正的无垢强者，直至废生。苏信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哑巴了吗？一剑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杀你只用一剑。你说什么？你杀我只需一剑？这小子是真狂妄啊！他还真不知道他和我们司徒天骄的差距啊！他哪来的脸敢这样说话呀？简直不要脸！鱼儿，速战速决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苏信，我将用我最强一击，让你灰飞烟灭。我的天哪！他掌控了雷电之力，掌控雷电，那可是只有涅槃境的强者才能做。难道说司徒天骄此时的战力已经媲美涅槃老祖的力量了吗？好厉害的雷电之力！三叔，这可怎么办？苏信能应对，只能靠幸而自己了。这个司徒玉天赋确实不赖，竟然在这个阶段就能掌控雷电，甚至还有着如此威势，这实在是不常见。苏信微笑，苏信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苏信，麒麟，一同去死吧！怎么可能？一剑！我的天哪！苏信竟然真的把司徒玉给秒了！我没看花眼吗？他真的说到做到，就用了一剑。
宫本君，你的感觉果然没错，他的确很强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用的是什么剑法？自创绝学，一剑霸天。他居然是自创绝学，这可是飞升的老祖才能做到，他一个化海境竟然做到了。这个苏信绝对是个怪物。原来我们之间的差距竟然这么大。现在想好遗言了吗？苏信，剑下留人。苏信，你与司徒玉皆是我大燕王朝的绝世天骄，你二人谁出事，都是我王朝的损失。朕还请你手下留人。陛下，这3年前你可不是这样对的。其实我确实没有必要杀他，我只是想证明，这3年前我并没有怯战。看来这3年前苏家那位天才未能出现，恐怕事出有因呐。以苏信这种逆天的天赋，恐怕3年前的司徒天骄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，又何必会怯战呢？这必然是有其他原因的。既然3年前他有把握战胜司徒，那他为何不出现？难道今日获胜的5人将进入天焰宫，成为天焰宫的弟子。明日起，跟随圣女进入天焰宫。等等，比赛没有结束，为何如此着急宣布结果？这场选拔赛已经结束，你刚才应该看得很清楚。不，我们东瀛人都还没有出手，怎么能算比赛结束的？斋藤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早就听闻天焰皇朝的天焰宫占据天焰皇朝的祖脉龙形之地，门内更是有着大量的纯仙之法，所以我们东瀛人也想凑凑热闹。而宫本君就是我们东瀛年轻一代最厉害的强者，他理应成为天焰宫的一员。大胆！你东瀛不过一弹丸小国，还想入我天焰宫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我堂堂天焰圣地，什么时候受过外族蛮夷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东瀛人滚回你的东瀛岛吧，我们天炎皇朝还轮不到你来撒野。真是暴殄天物，如此美好的圣地，却只能收养资质平庸天焰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天焰皇朝人杰地灵，岂是你小小东瀛能羞辱的？东瀛鼠辈，还说我们皇朝资质平庸？在别人看来，你们天焰皇朝所谓的4大天骄也不过如此，就连你们最厉害的天骄都败给了一个区区华海境的修士。看来天焰皇朝也如你们的天骄一样，都是外族。妈的，东瀛人也太猖狂了吧！有没有把我天焰宫放在眼里？将他们碎尸万段，扔到海里喂鱼！好大的胆子！就当我天焰无人了吗？既然你们不是不敢，那为何不让我们东瀛人参与这场比赛？就连你们这些废物都能进入天焰宫，宫本君为何不让？我看不如这样，你让宫本君和他们打一架，若是宫本君赢，就让宫本君一起进入你们天焰皇朝的圣地，如何？斋藤君，如果你们输了，朕要你为刚才的话付出代价。我们愿赌服输。宫本君，陛下，让我来收拾他。这件事一定要交给我。我早就看他俩不顺眼，我一定要把他们打得残废。都别和我抢，让我先会会他。小不早了，你们一起上！你什么？东瀛人想挑战我们所有天骄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可是从我们10万青年才俊中选出的顶级天骄，好狂妄的东瀛人，真是找死！没那么简单。既然说这些东瀛人
很可怕。斋藤君，学生想要挑战我朝全部天骄，真是好大的口气。没有办法，宫本君的习惯一向如此，他就喜欢快速的解决战斗。陛下不用担心，尽管让他们一起上便是。哼，是狂妄至极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天焰以多欺少了，一起上！希望待会儿所有天骄下手不要留情，把他打成猪头才是。把他打成猪头，他们还怎么体面的回东瀛？怎么可能？那些都是破虚中期的高手，他竟然一手就把他们甩开了？难道他是破虚后期的高手？这是什么怪物？陛下，宫本君已经成功击败了所有的天骄高手，接下来可以让宫本君一起进入天焰朝圣地。陛下，堂堂一朝之主一言九鼎，难道刚刚答应好的事情，又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反悔了吗？真的让我天焰宫王家之地进入东瀛人吗？成何体统？这让我们天焰皇朝成为笑柄吗？谁说我们这天骄败了？他刚才分明还未出手呢。对，苏信才是我们的第一天骄，他打败了司徒天骄。你只有打败了苏天骄才能胜。苏信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只要你将此贼挡在天焰宫外，朕赏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陛下，臣打不过他。他就这么认输了？苏信，你可是我们皇朝第一天骄啊，代表我们皇朝的脸面呢，真是荒唐！苏信，可知你在说些什么？未战先怯！启禀陛下，臣只是实事求是，以我现在的境界，确实打不过他。刚才一剑就秒了司徒玉，大家亲眼所见。难道此贼的修为比司徒玉还要强吗？是的，他的修为比司徒玉强大数倍。什么？比司徒天骄还要强大数倍？司徒天骄他也是破虚后期，难道他也修炼成涅槃境？不可能！涅槃境可只有千年老祖才能达成的境界，整个天焰皇朝都找不出一个涅槃境。一个小小的东瀛国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涅槃境？一定是苏信不敢参战，在那瞎编的。对，没错，编的，肯定是编的。苏信，你完善，我来。圣女上场了，我们还有圣女。九公主被天焰封为圣女，其实力肯定不用多想，我们天焰皇朝有救了。不是说打败了你们所有的天骄就算宫本军营，怎么现在还让个圣女参战？我虽为天焰王朝的圣女，但更是天焰王朝的九公主，当然属于天焰王朝的天骄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呢？好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就不要怪我。宫本镇居然只为圣女信仰领教一下你的厉害，那你就好好让他看看。你不用参战，不是他的对手。苏信，你如此没有胆量，就在一旁跟我看着，就像3年前那样，做一个缩头乌龟，看我如何为天焰王朝争脸面。我们天焰宫绝不收一族蛮人。圣女，在下要与你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如果在下输了，从今往后，在下会管好所有东瀛人，绝不踏入这天焰大陆半步。如果你赢了呢？我只要你的圣女之力。什么是圣女之力？那是天焰圣女的专属印记，将平时的修炼道果储存在眉间印记中，直到终极1月前融合眉间道，最终飞升成仙。你休想！哦，原来这天焰王朝的圣女竟如此胆小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，如今的我不仅仅是天焰王朝的公主，更是天焰宫的圣女，绝对不能在天下人面前失态。我可是觉醒者，此人绝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好，我跟你赌，
哦，说什么？天哪，这气息竟然是破气后期，不愧是我们天焰宫的圣女啊！还是圣女，不像是苏西。受死！苏姐说中了，她真的是涅槃境。这么年轻的涅槃王，这也太可怕了！不可能，这涅槃之境没有数百年的功力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境界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年轻人。你在说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东瀛有一种邪术名叫替魂，顾名思义，将自己的灵魂投射别人的躯体，将别人的躯体占为己有，这样想要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身体。刚才那个人叫你宫本君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在1200年前，在东瀛出现的著名杀人恶魔，名叫宫本武，想必就是阁下吧？不错。什么？1200年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怪物活了1000年，怪不得他能踏入涅槃境，竟然是个1000年的老怪物。没想到这大燕皇朝竟然还有如此博学之人。你说的没错，鄙人就是1200年前的宫本武。这次我将进入天焰宫，寻找成仙之道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休想！圣女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倒是有办法。什么法子？把你的圣女之力给我，我来打败他。只要让我踏入破虚境，我的至尊血脉将会强大到无比强大，再加上剑术神变，未必不是涅槃境的对手。流氓！你打我干嘛？苏信，我本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趁火打劫。谁趁火打劫了？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吗？你不把圣女之力给我，你难道比他呀？奇怪，不就是借用一下圣女之力吗？这个女人怎么害羞成这样了？我还没有输。天哪，这怎么感觉圣女的气息进入涅槃境？没错，这不是我的错觉吧？这一次是你输了。谁说我输？而且你有血脉之力，我也有。天哪！刚才他是1步的涅槃气息，现在已经暴动到第2步涅槃气息了。难道这是一匹血脉的缘故吗？这下谁能打得过东瀛人啊？难道我们就这样输了吗？夏仙子，你的圣女之力现在给我，我或许还有办法。跟我走。你不是要给我圣女之力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不是要我的圣女之力吗？是，但是你在干嘛？这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在装什么？我装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，想要我的圣女之力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与我双修吗？什么？双修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怪不得刚才我说夏倾城怎么那么生气，原来他是以为我要趁火打劫啊！少废话，你来不来？来！苏信，你快逃命吧！我绝不会让那些恶魔进入天焰宫，他有可能随时大开杀戒。终于突破过虚境了，今天这恶魔，我必斩之！身为血脉觉醒者，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更何况你刚踏入破虚境，更加不会是他的对手。你干什么？快放我下来！当然去斩恶魔了。顾家！当王者死！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希望希儿不要再回来。天哪，这
战斗气息都达到5步涅槃境了。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功力的？你用不着知道，你只要知道我要死。你要杀了我，活了1200年，也该活够。我还要得道成仙，我要长生不老。你成不了仙，你活不了。好，星儿，刚才是你的血脉之力吗？这么强的血脉之力，根本就不是一体能够做到的。萧苏信他觉醒了亘古未有的血脉——至尊血脉。倾城，师傅，我在这里。为师让你找的弟子找到了你，千年仙域开门，待他速回。仙域之门，这么说我们可以进入仙域了。苏信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去天焰宫。父亲，莹姐，杏儿，你去吧，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。你等我带你们去仙域，等我的好消息。